2024年3月，外网的一份神秘爆料引起轩然大波。爆料声称，2027年强人工智能时代即将来临 ，AR 留给人类的时间仅剩3年。最奇怪的是，早在去年3月，马斯克等千名世界级大佬就联合签署了一份暂停巨型人工智能研究的声明。难道人工智能危机真的要来了吗？那这个强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为何会让这些大佬如此紧张？对普通人的危害又有多大？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2024年3月，推特上的一位用户更新了一篇震惊世界的推文。这个用户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谜，他是2023年7月注册的推特账号，并且只发布过2条推文。第一条是预言 AGI 将在2030年诞生，第二条则是一份名为 QStarInfo 的 PDF 文件，简称 Q 文件。第一条推文中提到的 AGI 意思是通用人工智能，也被称为强人工智能。我们如今接触的大部分人工智能产品都属于弱人工智能，我们对其下达一些指令，然后人工智能根据指令完成相应的任务。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无法进行自主决策，自然也无法在程序设定范围之外采取行动。而强人工智能则突破了这些限制，与其说它是一个工具，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人。AGI 拥有自己的意识和情感，就像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一样。比如《机器人总动员》中的瓦力，虽然看起来又小又破，还负责最低端的垃圾处理工作，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强人工智能。它拥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可以根据当前的环境采取更自由的行动。可以说，瓦力已经相当于一个正常的人类，完全可以成为人们的知心朋友。Q 文件中就明确提到，早在2022年 ，OpenAI 就在训练一个多模态模型，该模型拥有上百万亿个参数，它的名字就是 QStar。在2023年年底 ，QStar 模型初步训练已经通过，只不过因为需要更强更大的算力，导致它迟迟没有发布。Q 文件透露 ，QStar 模型将在2027年发布。它的出现将标志着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根据文件描述 ，QStar 模型的智能程度极高，智力测试显示它的智商约为145，可以碾压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确，大部分人类的智商在85到115之间，智商超过115的人就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优秀人才，而超过130的人则可以被称为国宝级天才。像爱因斯坦这种人类顶级智慧代表，智商则达到160。从这一数据评估 ，AGI 如果真能达到145的智商，绝对可以碾压99.99%的人类。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身边有一群智商完全碾压你的存在，你的生存压力会有多大？那么这份 Q 文件是否可信呢？其实，在2023年11月，网上就有关于 Q 模型的讨论，这源于 OpenAI 联合创始人之一山姆被解除职务的事件。在离开团队之前，他表示：“我们究竟是创造出了一个工具，还是创造了一个生物呢？”这句话被人们解读后认为，此时 QStar 已经具备了强人工智能的属性。如果说这就是事实，那么 AGI 将在3年之后进入凡间，我等凡人的生活很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那么 AI 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它到底会对人类造成怎样的影响呢？3月，一份绝密文件在外网疯传，神秘文件透露，强人工智能将在2027年来临，而普通人只有3年的准备时间。人工智能灭绝人类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有迹可循？如果真是阴谋论，为何几位世界级大佬要呼吁叫停巨型人工智能研究呢？强人工智能会带给世界怎样的冲击？有人认为它会毁灭世界，也有人认为它会取代所有人的岗位，还有人说强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到来。而想要认清强人工智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冲击，就必须知道 AI 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如果文件内容属实，那么从 GPT 的问世到2027的强人工智能似乎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但其实 AI 的发展早已经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在1950年第一台通用计算机还未完全问世之时， AI 的萌芽就已经破土而出。当时计算机祖师艾伦·图灵发表了一篇《计算机与智能》的论文，这在现在看来并非什么热点话题，但在那个连电脑都没有的年代，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图灵在这篇论文中表示，想要判断计算机是否具有智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向它提问。当你感觉不到它和常人有任何不同的时候，就说明它已经学会了思考，拥有了不属于人的智慧。该方法成为后世检测人工智能的常用方法，也被称为图灵测试。一般是将提问者和正常人 A 以及电脑人 B 隔绝开来，提问者向 A、B 提一系列问题，如果他无
无法判断哪个是机器人回答，哪个是人类回答，就说明机器人拥有了强人工智能。这一实验被称为图灵测试。不过从该实验被提出后，直到现在也没有机器能完全真正的通过这一测试。从1956年开始 ，AI 开始进入第一个发展黄金期。在这一期间 ，AI 领域出现了3大发展流派。第一种是符号主义学派，他们认为想要实现真正的 AI， 需要将所有的知识转化成机器理解的符号和逻辑，使其自动运转。第二种是连接主义学派，他们则认为应该模拟人的大脑神经元构造，打造相应的神经网络，从而训练系统产生智能。第三种是行为主义学派，他们认为人类的一切智能都源于行为，所以人工智能的产生也应该基于行为，使行为和环境交互，从而衍生出智能。最初符号主义学派大行其道，尤其是1997年5月11日，他们使用深蓝计算机，用穷举之法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让符号主义学派达到巅峰。然而这也代表着它的瓶颈，因为更复杂的围棋需要更加庞大的算力，这一点计算机很难达到。而战胜围棋冠军的则是2016年谷歌开发的阿尔法狗，它战胜了韩国9段棋手李世石。有人说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冠军是用的穷举法，是算力的胜利，而阿尔法狗才是真正通过学习而产生的智能，这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至于第三种流派，目前还停留在简单的应用上，比如我们较为普及的扫地机器人就是行为主义学派的作品，它想要衍生出智能，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当时间来到2023年，一切都变得截然不同，甚至有各个领域的大佬集体建言，要人们停止对强人工智能的研发，这是为什么呢？AR 留给人类的时间仅剩3年，世界首富马斯克、苹果创始人之一沃兹尼亚克等人为何联合呼吁暂停巨型人工智能研究？这些大佬到底发现了什么？目前人工智能的代表 GPT 已经拥有了很强大的理解能力，它不但能理解人们给它讲的笑话，还能以同样的幽默对你进行回应。与此同时，人们发现 GPT 开始拥有自己的情绪，甚至出现了恶意引导人们情绪的问题。此时人们终于意识到人工智能的新时代来了，强人工智能或许不再遥不可及。就在 GPT 飞速更新换代，不断学习成长的时候， OpenAI 团队却突然表示，人工智能将以有益和有害2种形式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诚然，人们研究人工智能是以服务人类为基准目标，但此时人们发现，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竟然还可能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这绝对是让人脊背发凉的事情。与此同时，生命未来研究所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件的主题是暂停大型人工智能的研究，这一实现至少半年，人们需要通过这半年的时间制定对人工智能的监督和规范，并强化其安全发展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十分紧迫的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而直接让强人工智能问世，那么将对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该公开信发布之后，各个领域的大佬级人物都开始公开在其中签名，包括世界首富马斯克、苹果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之父杰弗里·辛顿以及一众 AR 领域的先驱。这些人之所以选择认同这封公开信，和信末尾的一段话有着很大的关系。信件的结尾这样写道：我们把所有工作自动化，包括那些有成就感的工作。我们开发了机器大脑，让他们比人类的大脑还多还聪明，从而取代人类。我们冒着文明失控的风险，在飞速开发人工智能，却没有任何措施。这些事情真的应该继续吗？以往我们看科幻电影的时候，看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很帅很强大，可以帮助人类做任何事情。然而当真正的人工智能即将来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却开始感到恐慌。虽然我们是人工智能的上帝，但上帝会创造出一个比他还厉害的生物吗？上帝不会，而人类却在这样做的路上。马斯克曾经表示，如果未来出现真正的机器人，他想要做一件事情，而人类正挡在他路上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抹杀人类。这并非因为他们讨厌人类，只是因为人类挡在了他必经之路上。这就像我们要修一条路，而前方正好有个蚂蚁窝，我们当然不讨厌这个蚂蚁窝，但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个蚂蚁窝必须消失。更可怕的是，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这个蚂蚁窝的存在。前面提到的 Q 文件爆料是真是假，我们不得而知，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但对于人工智能的约束，的确是值得注意的。技术的发展是为人类社会而服务，如果只是放任科学怪物生长，最终的确有可能造成失序。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